习近平在说话里面也谈到了历史周期率的一个问题哦，大体谈到的是一个系统性，可能到一段时间什么样的问题，大家要重新来做一些检视思考。其中我觉得看到是最早这个中纪委事实上有一篇文章，他这边谈到党在革命性锻造中的更加坚强哦，什么又是锻造又是坚强？其实里面的内文提到许多对于他们现在党内的危机，所以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老师，特别是在20大之前，是不是有可能这个问题是更加清晰的浮现了呢？对，其实中国现在内政外交都存在很多的问题。现在中国的经济，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消息了。前段时间中共自己召开经济会议的时候，就讲说中共现在内需不足啊。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预期减弱。所谓预期减弱的话，就是说大家对这个经济未来发展不看好，所以中共现在它又银行要降准啊，要降息啊。但是呢，市场反应非常的冷淡啊。一般来讲，像美国的话，如果一降准或者降息的话，释放这个流动性到这个金融体系里边的话，你会看到股市会大涨。但是呢，就中共几次这个相当于金融的利好，但是呢，股市反而大跌，就是市场反应的话是非常的冷淡。然后呢，中国现在还有面临着这种人口的危机，就是去年的话，就是2021年，中国基本上人口是零增长，而且现在这个老龄化非常的快。中共去年一年这个2021年少出生的人口比2020年的话就少100多万，就是2020年的话是出生了1062万人，然后呢，这个2021年的话只出生了800多万人，大概是880万人吧。那如果这个数字的话，你看一下，你会发现中国房地产一定会出问题了，因为没有那么多人住那个房子嘛。现在盖了很多很多的房子就卖不出去，然后呢，再有就是说中国的教育，比如说它也可能会出问题，因为没有那么多人上学了嘛。现在中国一年的应届毕业生都超过了就是800多万，就是说现在出生的每一个小孩18年之后都上大学的话，还满足不了现在大学招生的需求。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的人口红利也在消失。再有呢，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外交方面的话，面临的危机也非常的大。这个习近平不是叫讲内循环嘛，就是因为他和这个中国这个其他周边国家关系非常紧张，包括在台海关系非常紧张，跟美国的关系也非常的紧张。这个是中共改革开放40年来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事情。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说中共内部的这个官员们呢，他们也知道，就是说你的能力并不重要，关键是你政治站位的问题。那么如果你要是不能够跟习近平同心就站在一块儿的话呢，就很有可能会成为被整肃的对象。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执行习近平的政策的话，你又会把你自己的经济啊什么之类的搞得很糟糕。比如说习近平搞这种强制清零，那如果这个官员真的搞强制清零的话，他这个省这个市的经济一定会非常糟糕，因为他要把整个社会都关闭嘛。然后呢，就是像这个习近平搞的那些，就是什么战狼外交什么之类的，你跟他的这个指挥棒走的话，你就会把这个外交关系也弄得很糟糕。所以很多官员的话呢，他们为了不出事，就宁可选择躺平。所以不光是说普通的老百姓他们躺平，很多官员的话也躺平。而中国现在的危机是非常严重的，就各种各样的危机。那么如果官员没有不干事儿的话，习近平自己一个人干也干不过来，所以这种危机的话，他就会不断的堆积。现在呢，我觉得习近平他在这个就是说维系权力的主要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说这种大数据的监控啊，对这个民间的这些这个异议人士的监控啊，包括是哪些地方可能会发生群体性事件等等，包括对民情舆论的分析啊等等，它是依靠这些东西的。而其实也就是说，干活的是机器而不是人了。现在就是很多活是机器干的。那美国的话呢，现在就是说也看到中共的危险性啊，所以美国现在有很多的法案的话呢，也是想尽量的就是去限制中共这边高科技的发展啊。因为你要是想搞这种社会监控的话，你的那个计算能力一定要非常强，就是你的大数据、你的这个算法、分析能力等等。那么美国的话呢，它也对中国现在进行一些禁运，就有一些芯片的话，它可能不卖给你，这些东西的话都可能会对中共的统治造成冲击。所以习近平的话，他提这个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哈，其实我们可能在外面的人的话，看着中共都挺好，因为中共总是在外面伪装出了一个繁荣昌盛啊，就是一片这个形势大好、盛世的景象。但是其实内部的话呢，他们是知道这个危机是非常非常深重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现在习近平经常讲什么崩溃啊，什么这个要加强这个中央集权呐等等，就是可能是谈这些问题的背景。实际上我觉得哈，就是习近平在谈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时候，是因为1945年当时这个
二战刚刚结束嘛，然后有一批民主人士，当时主要是国民党的一些就是左派的人士，像黄炎培啊，就是这批人，他们到这个延安去见毛泽东。然后当时黄炎培呢就跟毛泽东有一个窑洞的谈话啊。黄炎培当时讲，他说，就我这一辈子活得这么长哈，虽然他当时可能大概活了60岁左右，但是他看到过很多的这个政权的兴起和衰落，像这个清朝的灭亡，包括就是很多军阀的兴起跟衰落，包括国民党的兴起，包括后面遇到的困难等等。他当时就讲说，怎么才能够就是一个王朝永远的兴盛，跳出这个就是兴衰的周期率。毛泽东当时的回答是说，他们要搞民主，然后呢要让人民去监督政府，然后呢要让人民来做决定。这个呢是毛泽东当时给出来的一个答案。当然这个都是说漂亮话了，实际上中共也从来没这么干过。但是习近平的话呢，他在说要解决这个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他所提出的方案是这个就是要不断革命，他跟毛泽东讲的完全不一样。那不断革命的话，就是他这个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刀刃向内啊，就是等于是自我革命，也就是说要整肃党内那些不听话的人，这个是习近平给出来的这个方案。所以呢，你觉得这个中共内部的人他们不可能感觉非常好是吧？你能够感觉得到，因为刀刃向内嘛，要整他们自己内部的人。所以我觉得真正就是说我们外面看到的这种很好的这种状况是一种假象啊。习近平他自己知道中共现在内部的危机有多么的深重。